历经千辛万苦，曹文团一行5人终于翻过颠倒山，来到世界上最伟大的海域——伟大航路。刚从颠倒山上下来，曹文团就遭遇到了取经路上第一难，撞上了好像小山一样的鲸鱼拉布，梅里号的羊头被撞飞了出去。在鲸鱼拉布这里，曹梅会结识了灯塔守护者卡洛斯先生，又遇到一个看上去不太聪明的精神小伙和一个蓝发的精神小妹，二人为了捕捉拉布而来。被曹文团阻止后，又大言不惭地请求草帽团带着他们回到他们住的地方威士忌山峰。卡洛斯建议路飞一伙不要理这2个人，反正他们看上去也不像好人。路飞很大方，反正都是往前走，到哪里都一样，于是答应送2个精神社会人前往威士忌山峰。海贼船在伟大航路上航行了一段时间，刚刚还晴空万里，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天空中电闪雷鸣，季节和天气乱成一团。这就是伟大航路，不仅天气不正常，连航线都不正常，稍微不注意就会180度偏离设定好的航线。娜美立即指挥全团动手控船，将船转到正确的航线上。没想到刚稳定好了航线，前方突然大雾迷茫，风暴袭来了，屋漏偏逢连夜雨，拉住了帆，长好了舵，船体又被冰山撞出了裂口，好不容易从恶劣的气候中保住了性命，逃了出来。众人也累瘫了，索隆一路睡得酣甜，醒来后抻了个懒腰，埋怨伙伴们太懒散，都没人掌舵，就知道大白天睡觉。再往前航行一小段时间，大家隐约从不远处的迷雾中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小岛，小岛上的山就好像仙人球一样，那里就是2个精神老弟老妹的目的地威士忌山峰了。梅斯兰难和梅斯星期三趁大家不注意，一跃跳下梅利号，抛下草帽团，以游泳的方式先行登岛。草帽团很紧张，毕竟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伟大航路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岛上可能有坏人，可能有怪兽。当梅利号慢慢接近小岛的时候，大家从迷雾之中隐隐绰绰的看到了很多人影，所有人严阵以待，准备迎接随时而来的攻击。让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当梅利号冲破迷雾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岛上居民的夹道欢迎。他们说这里是好客的城镇威士忌山峰，欢迎各路豪杰来到伟大航路。草帽团驾船靠岸，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卷毛大叔，自称是威士忌山峰的镇长。卷毛大叔倒是热情好客，拉着草帽团一阵寒暄，并邀请草帽团参加他们的宴会。一听说宴会，路飞当即答应了，乐得合不拢嘴。当天晚上，整个村镇载歌载舞，欢声笑语，好像过大年一样，好不热闹。宴会上，热情的卷毛大叔提议来一场喝酒大赛，胜者就会有10万贝利的奖金。村民们轮番上阵，与索隆和娜美拼酒，很快就将索隆和娜美拼醉了。路飞这边3个厨师伺候他1个，最后路飞撑晕了，厨师也累晕了。夜深了，曹他一个接着一个昏睡过去。卷毛大叔松了一口气，终于把这帮人搞定了。祝你们有个好梦，冒险者们。岛上另一个房子里，梅斯尔难和梅斯星期三写了一封信，寄给自己所属的组织巴洛克工作社。信中说明，虽然他们2个寻找食物的任务失败了，但是他们成功的将草帽一伙人骗到了仙人掌岛，恳求老板的原谅。而镇长卷毛大叔还有一名黑人修女，都与精神老妹和精神小伙一样，都隶属于这个名叫巴洛克工作社的神秘组织。他们邀请草帽一伙来参加宴会，自然也是有所图谋。4人聚在商量着实施一些图财害命的勾当。黑人修女把袍子一脱，露出一身坚实的肌肉，原来是个金刚芭比。肌肉女说道：“不就是过路劫财吗？用得着这么费劲？看上去他们只不过是5个弱的一批的小屁孩，而且镇上本就食物严重不足，还要浪费资源搞宴会，这一招实在多余。”卷毛大叔拿出一张通缉令，另外3人瞬间吓傻，因为肌肉女口中的5个小屁孩，他们的船长居然是一个悬赏金3000万贝利的大佬。卷毛大叔警告3人，凭外表评判海贼的强弱是最愚蠢的行为。卷毛大叔安排3人将草帽的船上的财宝搬空，至于这5个人，如果把他们杀了拿悬赏金，起码会折30%。海军要的是公开处刑，所以应该活捉他们，然后拿给海军换悬赏金。4人聊得正酣，月光下一把战刀闪着雪亮的光芒。本来被村民们关得酩酊大醉的索隆，非常庆幸地端坐在屋顶上看着4人。卷毛大叔慌了，你不是喝醉了吗？索隆微微一笑，身为剑士，不论何时都不能被你们这些过于大意的笨蛋干掉啊！这里是赏金猎人的巢穴，那些得意洋洋来到伟大航路的海贼们，刚踏入这里就会被洗劫一空。索隆粗略地望了一下下面聚拢过来的村民，他们都是假扮村民的赏金猎人，粗略看过去大概有100多人。我来做你们的对手，巴洛克工作社。卷毛大叔惊得大叫，为什么你会知道我们公司的名字？索隆更得意了，我以前在做你们这种工作的时候，你们的公司想要挖我过去，当然被我回绝了。职员们在公司内完全不知道彼此的来历，只能用代号互称。老板的所在之处、真实身份对于社员来说都是一个谜，大家只会忠实的执行任务。巴洛克工作社，一个神秘的犯罪集团。卷毛大叔沉下脸来，没办法了，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些秘密，只能将你杀了。这里又要多一个墓碑了。镇上仙人掌一样的山峰上，漫天遍野，密密麻麻都是墓碑，可见有多少光荣的海贼群众在这里被抢财害命。
卷毛大叔下令众人动手，大家再往屋顶一看，站在那里的索隆却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众人慌了，且不说这人身手如何，有这个速度也绝对不是一般人。所有人东张西望寻找绿头发的剑士，却发现索隆就站在他们中间。赏金猎人们愣了一下，本能的举枪射击。索隆再次不见，赏金猎人们互相开枪，给自己人干掉一堆。卷毛大叔下令所有人追杀索隆。索隆的武士刀穿过卷毛大叔的卷发，横在他的脸颊上。卷毛大叔拔出一个3X造型的散弹枪，索隆很快反应过来，迅速躲进阴影里。赏金猎人们分散寻找索隆。索隆从罗格镇得了2把新刀，血走和3代鬼车，正好借这个机会试一试。夜晚的镇子中，刀光血影，枪声四起。索隆手握双刀，和赏金猎人们打起了游击战。一个人把上百人的赏金猎人团队刷得团团转，很快就打翻了一大群人。巴洛克工作社的特工肌肉女忍不了了，冲上去抓住索隆，将他死死摁在地上，并在自己的拳头上套上纸虎。论力量，还没有男人能比得过我。肌肉女用带着纸虎的拳头狠捶索隆的脑袋。卷毛大叔松了一口气，终于把这个麻烦的家伙解决了。没想到房顶上突然传出了肌肉女的惨叫声，索隆一手捏着肌肉女的脑袋，将她拎了起来，额头上渗出鲜血，甚是骇人。你这个娘们儿，不是要和我比力量吗？索隆还没有出拳，仅用握力就让肌肉女疼得失去知觉，晕了过去。那些头发长见识短的赏金猎人根本不敢相信，肌肉女居然能在力量上被人打败，骗人的吧？难不成3000万贝利说的是这个绿头发的家伙这么强，他一定才是真正的船长？梅瑟纳为了威慑索隆，亮出头衔巴洛克工作社的组织架构师，数字虽小，实力却强。他们这些都是个位数代号的特工，都是强的令人发指的强者。索隆被逗笑了，打了半天就看你们嘴上强了。索隆一句话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一下子戳中了3人的痛处。3人恼羞成怒，联手向索隆发动攻击。精神小伙梅瑟纳拿出自己的拿手马戏团后空翻，一番没有任何意义的折腾后，手提2个棍子暴捶索隆。索隆单手握着战刀，不仅轻松挡下精神小伙的攻击，还把他逼得直接从房顶上翻了下去。精神小妹召唤来了自己的坐骑可达鸭，觉得自己吹牛波，说这只可达鸭发起飙来比猎豹跑得还快。然而这只二货可达鸭根本不配合精神小妹，搞得精神小妹脸面丢尽。好不容易能骑着可达鸭发起冲锋了，可达鸭一个刹车不及时，载着精神小妹从房顶跳了下去。索隆为此汗颜，现在真的为自己和这些家伙打架而感到羞耻。精神小伙坚强地爬了起来，甩出棒球棒里面的机关缠住索隆的胳膊。精神小妹和可达鸭将路飞绑架，威胁索隆不要轻举妄动，否则同伴就会有生命危险。不过他们忽略了一个事情，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招式和套路都是花里胡哨。索隆稍一拉铁链，将精神小伙甩了出去，正好给自己挡下了卷毛大叔的子弹。接着索隆再将铁链抡出去，连同在旁边看热闹的蓝发精神小妹一起撞飞。卷毛大叔跳起来，对着索隆疯狂扫射。索隆灵活走位，躲开了子弹后，踩着路飞的肚子跳起来，一刀斩了卷毛大叔。逃亡团始终保持警惕之心的，除了索隆，还有娜美。等到那一刻，娜美就感觉到这个小岛十分奇怪。为了保险起见，娜美装喝醉，然后偷听到了卷毛大叔等人的对话，得知这是一个赏金猎人的小聚集地。你们不仁在先，就别怪我不义了。娜美趁着赏金猎人出门迎战索隆，趁着屋内没人，赶快去搜刮财宝，把能拿的东西全都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卷毛大叔等4位特工和索隆对打，根本打不过。这时又出现2个特工，一个是锡纸烫渣男 Mr. Five， 他的搭档则是 Miss Four 情人节。他们2人有另外的任务在身。老板下令，组织内出现了叛徒，有人无视公司的规定调查老板 Mr. Five 和 Miss 情人节，于是开始追杀2个憨憨。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了一跳。因为这2个违反公司规定的人，居然是某王国的重要人物。他们2个分别是阿拉巴斯王国下落不明的公主维维安和阿拉巴斯坦护卫队队长伊卡莱姆。卷毛大叔起身用机关枪猛扫2人，我绝对不会让你们伤害公主的。卷毛大叔的攻击对那2个特工来说根本不具威胁。梅斯特放拿着维维安公主的照片，冷漠地说：“我奉老板之令前来暗杀你们。”蓝发的精神小妹吓得张大了嘴巴，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